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一帖。先跟大家聊一个我自己的经验。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苦茶油拌面线的时候，心里其实非常不能理解，明明是很香很好吃的面线，为什么要加上一种闻起来有点苦，入口又有特殊味道的油？当下真的觉得这是大人的世界，我完全不能接受。但是时间一晃眼过了好几十年，这10年来，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开始吃苦茶油，有人拿来拌饭、拌面线、拌青菜，甚至每天早上固定喝1小时。还有人直接把苦茶油叫做东方的橄榄油，说的好像不吃就落伍了一样。那苦茶油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它跟我们熟悉的橄榄油到底差在哪里？又或者，其实它们根本是同一个等级的好油，只是味道不一样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也想先请您帮我一个小忙。如果您平常就很关心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，也希望搞清楚到底要用哪一种油才比较安全又养生，麻烦您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或者在留言区打上健康好油，让我知道你有看到这个主题，这个小小的动作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，也能让更多人看到正确的用油观念，不会只被广告或坊间说法带着走。谢谢您，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讲起，苦茶油到底是什么油？苦茶油不是从我们泡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的那种茶树来的，它是从山茶属里面专门用来榨油的茶籽压榨出来的一种食用油。这些茶籽外表长得有点像小果实，里面含有很多油脂，只要把茶籽清洗干燥，再拿去压榨，就可以得到苦茶油。在制作方式上大致分成3种：冷压、热榨以及精炼。所谓的冷压是在比较低温的状态下直接把茶籽压榨，好处是可以保留比较多天然的抗氧化物，像是茶多酚、维生素 E， 也因为没有经过高温烘烤，油品的酸价通常比较低，新鲜度也会比较好。缺点就是出油率比较低，能从茶籽里面榨出来的油比较少，成本自然比较高。热压或热榨则是先把茶籽烘烤过，再拿去压榨，这样一来，油比较容易被压出来，出油率会提升。同时，烘烤过的茶籽会让苦茶油的香气更明显。有些人就特别喜欢那种炒过的坚果香，但相对的一部分比较怕热的抗氧化物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掉。第3种叫做精炼苦茶油，这种在工业制成里通常会使用像溶剂萃取，再经过一连串精炼步骤，把杂质、异味、游离脂肪酸等都去除掉。精炼油的特色是颜色比较淡，味道比较温和，发烟点比较高，很适合高温炒菜油煎，甚至比较短时间的油炸。有些人会担心溶剂残留，不过在正常合格的制程里，这些溶剂在高温蒸发之后不应该残留在油里面，政府也会对残留量做严格的上限规范。讲到发烟点，很多人都会问，苦茶油可以拿来炒菜吗？一般来说，冷压苦茶油的发烟点大约落在180度左右，热压之后，发烟点可以提升到200度以上。精炼苦茶油则可以再往上拉到大约220到230度。只要油的发烟点超过200度，在家里一般快炒油煎、热锅下菜基本上都能应付。不过，如果你是希望用苦茶油来补充抗氧化物，那最理想的吃法还是用冷压苦茶油，拿来拌菜、拌面，淋在烫青菜或沙拉上，避免长时间高温加热，会比较对得起这些珍贵的成分。这里顺便澄清一个常见误解，很多人听到苦茶油就会以为跟平常泡茶的茶叶是同一棵树，其实不是，用来泡茶的茶树是另一个品种，从那个品种榨出来的油才叫茶籽油和苦茶油。脂肪酸组成不太一样，风味也不同。简单比喻，2个都是亲戚，但不是同一个孩子。再往外延伸，有些人会看到茶树精油，就以为跟苦茶油有关，这个就更容易搞错了。市面上的茶树精油大多来自澳洲的一种植物，俗称澳洲茶树，与我们今天谈的苦茶油泡茶用的茶树完全是不同家族。茶树精油只适合外用，常被拿来处理皮肤问题，1滴2滴搭配基底油使用，但它绝对不是拿来吃的油，这点一定要分清楚。千万不要因为名字里都有茶2个字，就误以为都可以入口。搞清楚苦茶油是什么之后，我们就来看它的营养内容。一个油到底好不好，不能只听广告讲多好，还是要回到脂肪酸组成跟抗氧化物这2个重点。先看脂肪酸，有研究分析市面上多款苦茶油，发现其中含量最多的就是油酸。油酸是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血管相对友善。
也是橄榄油里面最重要的脂肪酸。在苦茶油里，油酸的比例大约可以占到总脂肪酸的70%到80%以上。第二多的是亚油酸，属于欧米伽负6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大概占1%多左右。第三位则是棕榈酸这类饱和脂肪酸，虽然是饱和脂肪酸，但只要总比例不是特别高，在整体饮食均衡的状况下，其实不用过度害怕。如果拿苦茶油和橄榄油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两者的脂肪酸结构非常接近。橄榄油一样是油酸最多，再来是亚油酸和少量饱和脂肪酸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把苦茶油称为东方的橄榄油，不是因为它有神奇的疗效，而是因为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橄榄油同一个等级。再来看第二个重点，抗氧化物。苦茶油本身含有相当不错的维生素 E， 在不同样本中含量大约可以落在每公斤150到500毫克之间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如果跟许多特级橄榄油相比，苦茶油的维生素 E 含量有时候还会更高一点。另外，苦茶油里面还有很丰富的植物固醇，植物固醇有点像是植物界的胆固醇，在人类身上反而有助于阻挡部分胆固醇吸收，对血脂的调控会有一些正面帮助。有实验在特定萃取条件下，发现每100毫升的苦茶油里，植物固醇的含量可以高到800多毫克。比很多橄榄油还要多，也因为这些特性，苦茶油曾经被民间拿来涂皮肤、抹头皮，希望达到保湿、修护、增加光泽的效果。从成分的角度来看，维生素 E 和植物固醇的确有稳定皮肤屏障、抗氧化的功能，但是食用油本来就是为了吃进肚子里设计的，拿来当保养品抹在皮肤上，里面其他成分有时候反而可能刺激皮肤，引发过敏。如果真要当保养品使用，我会比较建议选择专门做在皮肤上用的产品，会比直接拿厨房里那瓶苦茶油来的安全。接着我们来谈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，苦茶油固胃到底有没有根据？门诊里我就遇过一位50多岁的先生，常年有胃不舒服，常常胀气，偶尔吃止痛药就胃痛。有一天他拿着苦茶油来问我说，医师，我朋友叫我每天喝1小汤匙苦茶油，他说这样可以固胃，真的吗？从科学证据来看，目前主要的研究还是动物实验，有研究让老鼠先喝苦茶油，再给他们吃会伤胃黏膜的药物或酒精，结果发现有喝苦茶油的那一组胃黏膜的破损程度比较轻，代表苦茶油里的抗氧化物的确有帮助减少胃黏膜的伤害。另外也看到肠道里的菌种多样性变好，整体肠胃道的环境变得比较稳定。不过这些目前都还停留在实验动物的层级，要把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搬到人身上说一定有效，在医学上是不负责任的。我们可以说苦茶油看起来有潜力，方向是正面的，但要说它可以治胃病，可以当药吃，就太超过了。反过来看橄榄油，证据就多很多，有大型的临床试验，追踪高心血管风险的族群好几年，结果发现那些每天固定用一定量橄榄油搭配地中海型饮食的人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下降，心血管相关的死亡风险也跟着降低。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件事，研究里的人不是乱吃东西再靠油来补救，而是整体饮食模式一起调整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只换油，还会多吃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全谷类，适量鱼类，少吃加工肉品和过度油炸的食物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橄榄油显示出它的保护效果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平常爱吃炸鸡、肥肉、甜点没关系，只要每天猛喝某一种油就可以顾心脏、顾血管，那几乎可以不用相信任何一种油再好，都没有好到可以抵消整个错误的饮食习惯。那苦茶油在人身上的研究有没有？也是有，不过规模比较小。例如有一项针对高血脂女性的研究，让他们连续8周在饮食中加入苦茶油，结果发现体内的氧化压力指标下降了，坏胆固醇被氧化的程度减少了，发炎相关的指标也跟着改善。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子。虽然这种研究规模不大，追踪时间也不算很长，但至少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件事：苦茶油并不是只靠行销炒出来的油，它在生理指标上真的看得到一些好处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阶段性的整理。第一，从脂肪酸组成来看，苦茶油和橄榄油的结构非常接近，都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属于对心血管相对友善的一群好油。第二，从抗氧化物来看，苦茶油的维生素 E 和植物固醇含量相当可观，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比橄榄油更高。第三，从证据量来看，
橄榄油的人体研究多、规模大、追踪久，是目前证据最完整的健康油代表。苦茶油的动物实验结果不错，也有少数人体研究显示它对血脂、发炎、氧化压力有正面影响，但整体证据量仍然偏少，需要时间累积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医师苦茶油算不算好油？我的答案是，它确实可以被放在好油的那一边。但是如果你再追问，那我是不是要把家里所有的油都丢掉，只剩苦茶油？这个我就不会赞成。真正健康的做法是这样几点：第一，用油的种类要聪明选，可以在苦茶油、橄榄油、芥花油、葵花籽油等之间做搭配，不要长期只粘一种，这样可以让你摄取到不同脂肪酸比例，也避免过度偏重单一来源。第二，用油的温度要注意，如果是冷压苦茶油，建议以冷拌淋在煮好的菜上，或低温快炒为主，要大火爆香，长时间高温油炸，就比较适合用发烟点更高、精炼程度较高的油。第三，用油的量不要失控，再健康的油热量都很高，一大匙大概就100多大卡。如果每道菜都狂倒，一天累积下来，一样会变成热量炸弹。尤其对体重控制、血脂偏高的朋友，要记住，好油不等于多吃，没关系。第四，油的保存方式也很重要。买回家之后，记得放在阴凉处，避免日光直射。开封后，尽量在标示期限内用完，不要一次买太多大桶装，放到有油耗味才想到它还在厨房角落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个最常被问的问题：如果我只能选一种油，苦茶油和橄榄油，要选哪一个？如果你是非常在意科学证据，希望选一个已经被大量研究支持的选择，那橄榄油会是比较稳妥的首选。如果你本身不太喜欢橄榄油那种略带辛辣呛喉的味道，又习惯中式料理的风味，或者你平常很难天天维持地中海型饮食，那么在日常三餐里适量加入冷压苦茶油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一定要2选1，很多家庭的做法是备2种甚至3种油，一种用在凉拌或低温料理，像是冷压苦茶油或橄榄油；一种用在高温快炒，偶尔再搭配一些坚果、酪梨、深海鱼，让整体脂肪来源更为多元。在我看来，真正决定你健康与否的，从来不是某一瓶油、某一颗保健品，而是你每天3餐的整体饮食习惯，再加上你的运动、睡眠、压力管理。如果你把整体生活调整好，再选1、2种结构合理、品质稳定的好油，像苦茶油、橄榄油这一类，它们就会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助力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生活作息乱七八糟，天天熬夜，3餐外食，零食不离手，再好的油，顶多只是帮你把伤害稍微缓一下，不可能一口油就把问题全部洗掉。希望今天这一集能帮你把苦茶油这个主题看得更清楚。下次再有人跟你说这个叫东方橄榄油，超补超养生，你就可以用比较冷静、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待，知道它的优点在哪里，也知道不要神化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帮我们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。特别是家里掌厨的人，只要他愿意多了解一点怎么选油、怎么用油，全家的健康都会跟着加分。也想在这里问问你，你家厨房现在最常用的是什么油？有没有哪一种油是你一直很好奇却又不太敢用的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，未来我们也可以挑大家最想知道的油，一集一集慢慢讲清楚。祝福大家都能吃得安心，用油用得放心，身体越来越健康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